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正所的阿秀，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讲到伊斯兰文明，你脑中第一个浮现的画面是什么？可能很多人想到的都是新闻上那些冲突啊、战乱啊的画面，对吧？但我们先把时间倒转，回到大概1000年以前，你可能很难想象，当时的伊斯兰世界可以说是地球上科学的绝对中心。这真的不是在开玩笑。我们今天数学课学的代数 algebra 这个词就是从阿拉伯文 algebra 来的，意思是还原跟平衡。还有，你去看现代医院里那些精密的手术器械，像是手术刀、骨锯啊，它们的设计原型很多都能追溯到10世纪的阿拉伯外科之父扎赫拉维的发明。天文学、光学、化学，几乎每个领域，他们都是当时的领头羊。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段超辉煌的历史，好像突然之间就没了下文，好像直接从世界舞台的中央消失了。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断层。这不只是一个历史学家的疑问，更是一个影响着今天全球超过15亿人口的文明难题。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当个侦探，把这个谜团给解开。好，要回答这个大哉问，我们得先拆掉一个最常见，但其实也最误导人的一个答案，就是所谓的衰落论。很多人会很直觉的说啊，那不就是伊斯兰文明自己不行了吗？可能是宗教阻碍了科学发展啊之类的。但历史真的有这么简单吗？这种文明内在有缺陷的说法，听起来很简单，就是个懒人包，但其实很危险，因为它很容易就滑向一种文化上的傲慢与偏见。事实上，当我们跟着像美国乔治城大学的艾哈迈的达拉尔教授这种顶尖学者的研究走，你就会发现真相远比一个简单的标签要复杂、要精彩得多。所以现在让我们抛开这种简单粗暴的标签，跟着达拉尔教授的脚步，走进那个复杂但更接近真实的历史现场。OK， 这一张投影片就直接点出了整个辩论的核心。左边这个常见的迷思，基本上就是一种文化宿命论。这种说法其实就是把超级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化成一个懒人包，贴上一个宗教或文化等于落后的标签就完事了。但真相往往藏在细节里。而右边历史的现实，这才是历史学家们透过大量证据得出的结论。重点来咯，历史的转变其实更像温水煮青蛙，它不是一个瞬间发生的戏剧性的大崩盘，而是一系列看似不相关的事件，慢慢累积交互作用下的结果。它不是一个命中注定的结局，而是一个充满了偶然还有各种变数的过程。那具体的历史因素到底有哪些呢？达拉尔教授帮我们整理了几个关键点。首先，我们先来看天灾人祸的影响。当时的伊斯兰世界，它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大帝国，而是由很多个王朝跟地方派系组成的，彼此之间常年内斗，消耗了大量的国力，社会根本没办法专注在长期的科学发展上。再来是毁灭性的瘟疫，尤其是14世纪的黑死病，对中东地区的打击是灾难性的。当时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叫伊本·赫勒敦，他就描述说，文明几乎被夷为平地，整个世界好像被按下了静音键一样，非常可怕。接着我们把视角拉到全球层面，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当欧洲人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发现了绕过非洲好望角直达印度的新航线之后，这对传统上掌握丝路贸易的伊斯兰世界来说是致命的一击。这不只是抢走了你的生意，更重要的是它抢走了知识交流和技术创新的机会。最后还有一些历史的偶然，比方说当时统治中东的鄂图曼帝国，因为他们的陆路贸易其实还能赚钱，所以他们就缺乏足够的诱因去砸大钱发展远洋海军，去跟葡萄牙、西班牙这些国家在海上硬碰硬。你看，战争、瘟疫、全球经济格局的转变，再加上一点点历史的偶然，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才像一场完美风暴一样，慢慢地侵蚀了伊斯兰世界的经济和科技优势。而且当时的人们可能还觉得这只是暂时的低潮，根本没有想到这会是一个长达几百年的转捩点。讲到这里，我们必须做一个非常关键的区分。刚刚谈到的那些都算是前现代时期的起起伏伏，但是今天穆斯林世界所面临的科学困境跟那个时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真正的转捩点发生在19世纪，也就是欧洲殖民主义席卷全球的时代。
为什么说这个是彻底改变游戏规则？因为在这之前，伊斯兰世界跟欧洲的互动大致上还是在一个相对平等的平台上竞争。但殖民主义的到来是一种全面的、压倒性的权力不对等，它不只带来了军事和经济的征服，更带来了文化和知识体系的殖民，这才是真正的降维打击。这就像两个人在下棋，下到一半，其中一个人突然把棋盘掀了，然后掏出一把枪，游戏规则完全改变了。达拉尔教授的这段话真的精准地点出了问题的核心。他说的重点是什么？是在现代，当穆斯林世界的知识分子在讨论科学的时候，他们身边已经没有一个活生生的本土的科学文化了。这跟黄金时代那种状况是天差地远的。当时的科学家，像是发明代数的花剌子模，或是医学家伊本·希纳，他们本身就是文化的核心，是社会的精英。但到了现代，科学变成了一个需要从西方引进学习的舶来品，整个讨论的基础就完全不同了。这就像一个曾经的篮球冠军，现在却只能坐在场边看别人打球，一边看一边讨论着自己该如何模仿别人的战术，却忘了自己也曾经是战术的发明者。这种科学不在场的状况有多严重？我们直接来看数据，感受一下。这张图表是1996年左右的数据，但到今天整个格局没有太大的改变。你看，阿拉伯世界的研发经费占 GDP 的比例只有 0.4%， 这是什么概念？它不止远远低于全球平均的 2.36%， 甚至比当时经济被长期封锁的古巴 1.26% 还要低了整整3倍。0.4% 意味着整个社会从政府到企业都没有把资源真正投入到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上面。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聪明的年轻人如果想做顶尖的科学研究，他们的第一选择往往是出国，因为国内缺乏足够的土壤和机会。这就形成了一种非常严重的人才外流的恶性循环。大家嘴上都在谈科学复兴，但身体却很诚实的没有投入资源。那么这种低投入和对外部的依赖会带来什么后果？这就形成了一个很难挣脱的科技代工的陷阱。首先，整个社会变成了科技的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你用的手机、电脑、开的汽车，甚至是国防武器，全都是买来的。再来，科学教育的目标也变成了训练能够使用和维护这些进口技术的人，而不是能够创造新技术的人。科学政策也往往是政府由上而下，为了短期的经济目标而制定的，而不是为了培养一个能够自由探索的科学环境。最惨的是，很多大型的科技工程常常直接外包给外国公司，人家做完拍拍屁股就走了，核心的技术和知识根本没有转移到本地。你看，从消费、教育、政策到工程，整个体系都在强化这种依赖性。这就像一个家庭只会去 IKEA 买现成的家具，却从来不学习如何自己制作。久而久之，不仅失去了木工的手艺，甚至连设计和审美的能力都会慢慢退化。好了，在这样一个科学变成外来现象的背景下，当代的伊斯兰思想界自然就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回应方式，试图去理解、去接纳或者去抵抗这个既诱人又强势的外来者。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几个最主要的回应流派。这部分真的非常有趣，也反映出他们内心的增长。第一种回应也是最直接的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实证主义观点。抱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科学就是科学，它是中立的、普世的，无关乎文化，它就是一种强大的工具。西方之所以能称霸世界，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科学这个工具。所以我们要想复兴，就必须把这个工具拿过来用。这种想法就很像我们很熟悉的清朝末年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或者日本明治维新的和浑洋才。精神和文化还是我们自己的，但技术和工具，西方的好用，我们就拿来用。这是一种非常务实，但也可能忽略了科学背后其实也带有特定价值观的看法。接下来这个可能很多人都听过，就是所谓的科学奇迹论。这种看法在民间非常非常的流行，你可能在网络上都看过相关的影片。它的核心思想是，现代科学家辛辛苦苦用望远镜、用粒子加速器发现的那些宇宙奥秘，其实在1400年前的《古兰经》里面早就写了。这种说法之所以这么受欢迎，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强大的心理慰藉。在一个科技实力普遍落后的年代，它能让人们感觉到，
我们的根本经典其实早就超越了现代科学，这是一种重拾文化自信的方式。但历史学家就会质疑，这究竟是一种自信，还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自我安慰呢？我们举个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很多人会说《古兰经》里这句经文根本就是浓缩版的宇宙大爆炸理论。你看，天与地原是闭塞的，这不就是大爆炸之前那个奇异点的状态吗？然后我开天辟地，这不就是宇宙大爆炸本身吗？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对吧？但学者会提醒我们，这里有一个逻辑上的问题，这是一种后见之明的解读。你是先知道了大爆炸理论，才回过头去用这个框架来诠释经文的。这种解读方式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把一部具有多层次意义的宗教经典降格成了一本等待科学来验证的科普预言书。这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把科学的权威置于了宗教文本之上，这可能跟它本来的目的恰恰是相反的。第三种回应就比较学术性了，我们可以称之为知识论批判。这一派的思想家可以说是对前面两种观点的全面反击。他们认为把科学当成中立的工具太天真了，试图在古兰经里找科学又太肤浅了。他们要问的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它的世界观、它的方法论、它对真理的定义，是不是唯一可能的模式？有没有可能建立一套不一样的，比如说更强调伦理、更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的伊斯兰科学？在这个流派里，有两位代表人物，一位是萨达尔，他试图提出一个具体的蓝图，说伊斯兰科学应该建立在10个核心价值上，像是统一、公共利益等等。另一位是纳斯尔，他的想法更偏向哲学和灵性层面。但是重点来了，达拉尔教授对此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他认为这些理论框架，无论是萨达尔的价值观，还是纳斯尔的神秘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他们是凭空创造出来的，是超历史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如果真的回到伊斯兰黄金时代，去看当时的科学家是怎么写论文做实验的，你会发现他们根本不是按照这些现代发明的原则在做事。达拉尔教授这个批评非常犀利，他说这就像我们今天看着《红楼梦》，然后发表一篇论文说曹雪芹的写作其实是基于后现代解构主义，这完全是用现代的尺去量古代的衣服，是乱套一通。讲到这里，我想大家应该慢慢感觉到了，我们把所有的线索都串起来，就会发现所有争论的核心，不管是哪一派，最后都指向同一个东西，那就是历史。一个文明如何看待和使用自己的历史，几乎就决定了它如何走向未来。达勒教授的这句话真的非常重，但也非常精准。他认为我们前面谈到的那3种现代回应，其实都是在滥用历史。他们把丰富又复杂的历史当成一个自助餐，只挑选对自己现代论述有利的部分来用，而忽略了那些不方便、不符合他们想象的真实面貌。不管是把科学当工具，还是把经典当预言，或者是发明一个全新的科学，都不是在真正的尊重历史，而是在把历史当成服务于当下政治或文化目的的工具人。达拉尔教授这句引文可以说是为整个议题的症结点下了最精准的注解。他说，所有现代伊斯兰世界关于科学的讨论，共同的特点就是对历史的无知、漠视，甚至是公然的滥用。简单来说，不管是把西方科学全盘拿来用的实证派，从古兰经里找科学奇迹的，还是想发明一套全新伊斯兰科学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盲点，就是没有诚实严谨的去面对自身传统中科学发展的真实历史。那段历史是复杂的，充满辩论的，不断演变的，而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拿来服务于现代政治或文化议程的工具箱。所以我们从一开始的问题，伊斯兰科学发生了什么事，到这里，或许应该问一个更深刻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文明有没有可能透过诚实的面对自己复杂，甚至有时不那么光彩的过去，来重建一个既真实又有活力的科学文化，而不是去浪漫化一个想象中的黄金时代，或者把历史当成武器来进行现代的文化战争。这不仅仅是伊斯兰世界的挑战，其实任何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在面对全球化的今天，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我们该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
是把它美化成一个回不去的乡愁，还是把它当成攻击他人的武器？又或者，我们能不能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去诚实地拥抱它的全部复杂性，无论是光荣还是挣扎，并且从中找到走向未来的真实力量？这或许是今天这个影片留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思考题。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伊斯兰科学的衰落，并非源于内在的文化或宗教缺陷，而是一系列复杂的外部历史因素，如战争、瘟疫和贸易路线转移所造成的。它是一个历史过程，而非文化宿命。第二，现代穆斯林世界面临的科学困境与前现代的衰退有根本不同。关键在于，现代科学被视为一个外来品，讨论是在一个本土科学文化缺席的背景下进行的，这导致了极低的研发投入和技术依赖。第三，当代伊斯兰思想界对西方科学主要有3种回应：将其视为中立工具的实证主义，试图在经文中寻找科学预言的科学奇迹论，以及批判西方科学并试图建立伊斯兰科学的知识论批判。然而，这些回应往往都脱离了其自身科学传统的真实历史。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